小兰，你们回来了。你们偷听多久了？我们刚刚才回来，只听到浮华姐姐在说权限什么的。啊，这样啊，太好了，格雷修，孩子们还没发现呢。有什么不能被发现的吗？你们说找到了创世神的弱点，那是怎么回事？准确来说，不是找到了，而是想到了。在重新搜查方舟的过程中，我们的既视感也越来越强烈。维塔姐姐，她是对的。之前我们的记忆还很混乱，拼凑出的历史也缺乏头绪，无端的开始，重复的生活，唐突的末日，一段一段突如其来的回忆，零碎的分散在大家脑海里。但是，起点填补了回忆之间的空缺，它作为一种纲领，让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一切重新有了实感。也因此，在搜查过程中，大家开始梳理这颗星球的历史，思考彼此在不同文明中挣扎的命运，试图从失败中收获某种教训。虽然每次都是我们自己为弗洛斯招来了创世神的绝罚，但那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想保护弗洛斯，比任何人都想。破坏这项使命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创世神。他控制维塔姐植入虚假的规则，把毁灭的钥匙交到我们手里。或许他这样做没有主观上的恶意，但对我们而言，即使他的确创造了这个世界，也会因此而成为维他们的敌人。想到这里，我们注意到了，既然创世神交给我们的钥匙能像最近的崩坏事件一样换来他的现身和绝罚，那当然也意味着我们手里的钥匙在以某种形式和创世神直接相连。蓝想到这件事之后，我就立刻拉着大家跑回来了，结果刚好就听到浮华在说权限什么的。能拜托你再讲解一下吗，浮华？好吧。也就是说，缩在赐予你们代理人的权限时，直接拆分了自己过去拥有的权限。你们持有的权限和他同根同源，只是受到的限制更多。而且据维塔所说，缩一直在消除自己身上冗余的部分。那么，作为一个庞大的存在，可想而知，他必须依赖大量的逻辑判断机制，代替自己做出细节上的取舍。原来如此，所以我们不仅能够召唤创世神的绝罚，理论上也能利用这些逻辑判断中必然存在的漏洞、瑕疵来制衡创世神。那这不就相当于找到创世神的弱点了吗？只要使用我们的权限。小疑心，光有冲劲可不够哦。虽然这个计划理论上确实可行，可是哪怕只是构筑接近创世神真体的通道，靠你们的这点权限也仍然做不到。你们没有足够的能量，也不能驾驭开辟通道的相关权能。那么，只要让有这种能力的人来做就可以了吧？浮华，还有格蕾修，我们刚才就已经决定要把7名代理人所有的权限转移给你们，由擅长战斗的你们去解除创世神对弗洛斯的威胁。这是我们所有维塔经过商议后得出的共识，按照维塔集会的规则，达成了全票通过。代理人的权限，但这对你们来说，权限对我们来说当然很重要，而且一旦城市的守则里没有允许我们转移权限的条例，一旦失败，确实有万劫不复的风险。不过，连最看重守则的绿都点头了，那就没关系了吧？比起权限，我们都觉得还是保护弗洛斯更重要。直觉告诉我，把权限托付给浮华姐姐和格蕾修姐姐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你们是值得信任的人。即使在我们失去记忆、分不清敌我的时候，两位姐姐还是会主动向我们伸出援手。虽然和浮华姐姐相处的记忆丢失了，但我们还是觉得那一定是一段快乐的、值得纪念的回忆。所以我们一致同意由浮华和格蕾修接管代理人的权限。虽然实际上是不得不让姐姐们替我们战斗，
我们不具备正面作战的能力，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你们已经在你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我们无法苛求更多。在危机降临的时候，不是每个人手里都有武器，可能你手中只有一把扳手、一支试管或者一支笔，但只要能找到那些物件的用法，并在机会到来的时候用尽全力去挥舞，那你就有可能战胜那些看起来比自己强大无数倍的敌人。确实是这个道理。维塔，唉，不愧是我聪明的弟弟妹妹们，还真是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切入角度呀。我觉得这个计划确实可行，你们放手去干吧。他问他也不会说实话，而且如果计划有什么漏洞，如他所说，我们也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计划行动吧。具体来说，如果以接近缩的本体作为前提，我们需要一个人专心铺设通道，另一个人负责开路前进。格雷修，掌控由精神力量组成的权限，铺设具象的道路，你应该比我更擅长。我作为投影，更容易被传送，对付敌人时的顾忌也更少。作为最初的尝试，就由我负责开路，你负责接收小 V 他们转移的权限，铺设道路，这样没问题吧？没问题。至于你，你们看我做什么？抱歉，不管是铺设通道还是开路战斗，我显然都爱莫能助。毕竟我只是一个寄人篱下的柔弱投影，总不能让我铺一条虚拟的路，或者帮你们打电波怪物吧？你在这里确实只是个投影。不过，虽然你的本体被禁止接近弗洛斯，可接下来，我们多半会在弗洛斯之外迎击你的创世神。到那时，你会亲自现身，协助我们战斗吗？哎呀，难得浮华这么热情的邀请我，但是，不行，真的办不到。前段时间切断连接后，我就失去接近创世神的权限了，不然也不需要有小 V 他来帮你们。而且，如前所说，我的本体被狠狠地惩罚了，现在是真的很虚弱，让我上前线，到时候创世神一弹手指，我可就整个人都没了。所以，真不是我不想帮你们，而是去了也帮不上忙。不过嘛，放心，既然我可爱的小 V 他们都拼上了全力，我又怎么会袖手旁观呢？我还是能帮上你们一个忙，可以帮你们解除代理人权限的锁定。解除锁定？那么重要的权限，创世神肯定会给他上好保险啊。但凡有点编程经验的人都不会忘记吧。所以，小 V 他们没办法直接转让权限。维塔姐说的对，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维塔姐肯定会有办法。大家跟我还真是默契，所以接下来我就要为大家的权限解锁。不好意思，我一个人恐怕还不够。格雷修，咱们可能得再亲密合作一次啦。接下来我会引导你进入小 V 他们共通的精神世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会把所有预设的防御措施具象化的空间。你只需要通过一些强硬的手段处理掉里面的保护装置就行了。思路我明白，但为什么是我？开启精神世界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可没办法再去里面痛打创世神的守卫。而浮华虽然潜在的战斗能力更强，但毕竟是蕴含了未知因素的不完全投影。无论从我的个人期望还是当前的客观实际出发，这项工作都非格雷修莫属。好吧，我明白了，那外面就先拜托你了，浮华姐姐。精神领域里的战斗你一定没问题，不过还是慎重行事，一旦有无法控制的情况出现，不要恋战，交给我来处理。好，没问题。所以
你要怎么引导我？很简单，你跟我来就好。这里是菲塔，你在吗？这是怎么回事？维塔，这该不会是什么陷阱？不过之前的梦境里可没有这些怪物，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交给我吧。呀，站稳！哇，小格雷修身手了得，这么快就解决了那些家伙，我果然没有看走眼呢。维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说好的一样啊，我引导你到小 V 他们的精神世界，你处理这里的保卫机制。啊，该不会是因为这精神世界长得和小格雷修的梦境过于相似了，导致你一开始误会了？这里是小 V 他们的精神世界，而不是我的画室，这一点可没那么难以区分。算了，你先告诉我下一批乐园宿卫在什么地方，我可不想把时间拖太久，给小 V 他们增加精神负担。啊，原来是在意这个吗？好说好说，我会乖乖带路的。果然，和外面的乐园宿卫不太一样，不只是现实形体和精神形体的区别，他们还混入了一些杂色。为了弗洛斯，世界的真相，我们一定要破解它。这是 V 他们的声音。交给我吧。星光凝聚。嘿，吼，啊，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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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精神，呀，开心，怎么能就这样被毁掉？来吧。嘿，呀，啊，哈，呀，交给我吧。啊，呀，有进展，加油哦，格雷修小姐。还不想就这样结束？我们的城市明明还能留下很多回忆。大家离他们的家。呀，接招！集中精神，哼，当心脚下。呀，交给我吧。呀，这是……这就是最后的屏障啦，格雷修小姐，解决掉它，我们就能解锁代理人的权限了。果然，和之前的不一样。如果这才是梭留下的保险，那么之前那些，难道呀，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呀呀呀！啊！真疼！嘿，哼，呀呀呀！我也不能辜负大家的决议。结束了。结束了，干得漂亮，格雷修小姐。代理人权限的特殊锁定已经被完全解除，代理人们越狱成功。啊，我再解说是不是有点多余啦？你自己就有看穿本质的能力嘛。总之，搞定了就赶紧回去吧，大家还在等着我们呢。
这是……格雷修姐姐醒了，辛苦了，格雷修，还顺利吧？很顺利。现在你们应该可以自由转移代理人的权限了，大家也有感觉吧？我们能感觉到，就好像是有什么一直压住胸口的负担，咻的一下飞走了一样。大概是因为挂在胸口的钥匙真的变轻了，虽然不明白是什么原理。各位，接下来是不是就要转移权限了？保险起见，他还需要稍加调试。接下来我们7个打算先彼此同步一下权限的状态，因为我们都没有这种转移的经验，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差错，那可就糟糕了。这不会对你们造成什么伤害吧？当然不会。小黄，你怎么看？放心吧，格雷修姐姐，这项操作很安全，转移权限不会对我们造成危害，即使失败了，也不会有致命的风险。好吧，我知道了。那等我们准备好了，就来找格雷修姐姐。就拜托你们了。哦，对了，浮华姐姐又到哪里去了？她刚刚说，既然你们还需要调试，那我也去调试一下自己的状态吧。一个人跑到方舟的剑桥上去了呢。调试状态？浮华姐姐？我隐约听到她说要尝试在投影状态下激发什么人为的东西。格雷修那边应该快好了，接下来就要由我。对手是盘踞在量子之海里的巨鳄，而我能依靠的仅仅只是一道投影。不过好消息是，迄今为止，这个投影似乎一直在配合我，不断发掘我自身的潜力。那么这一次，从一开始就拼上全力吧。伽罗罗，来吧。